OK， 今天我是在一辆2016年的 Perodua Beza 1.3 Advance 啊，然后这辆车是有小改了，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啦，还有一个 pedal box， 现在调到比较高一点的 ，off 掉那个 AC。OK， 3、2、1， 我的东西都会掉啊。我感觉到你的 engine 声好像有一点 VTEC 的声音去哦。什么车哦？我感觉到的声音是真的很大声，但是真的不会去。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 shopping， 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欢迎回到POV 跟定让冲上云霄系列了哈。今天呢，我的人就来到云顶了。哎，你们一定是好奇的，为什么没有 Part 1？ 之前我有拍过很多次一下的哈。Perodua Beza 这辆车是一个2016年的1.3 Advance 版本，非常感谢车主阿三。阿三呢是從 JB 下来的哈，今天早上半夜到的，就一早来到云顶这边，然后去试一下他的车。你的车是有改装什么东西吗？Lower arm，下这个。还有 ODC 卡钳，还有拜咯。engine 的话就是改 intake， 还有那个 VVT 2只，那个我不知道怎么说。VVT Sonite 这样子啊，意思是说它会提早开 VVT 啦。如果你们不知道什么叫可变式气门的话呢，你们可以去到 YouTube 那边去搜索它是怎样操作的。简单来讲呢，它可以调整它的进气跟出气的时间，让它可以更加多的动力。然后如果没有开 VVT 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市区驾驶省油的时候啦。但是这个是让它提早开了，因为原本是在大概4000到4500转开的，现在大概2500转就开了。你这样子改啦，那个Sonite的话，2只多少钱哦？就是1200，蛮贵的，蛮贵一下的哈，新的哈。OK 啦，等下我们去上山去看一下它的这个Sonite的话有什么不同，因为我之前有试驾过Beza上山，那个是一个原装的 absorber 啦，然后上山的话感觉到那个侧倾蛮多了，但是我这一路来加来的 adjustable 加了 subframe， 还有一些前面的 strap bar 这样子的话呢，都会有帮助到它过弯的表现啊，支撑性也比较好一点。然后刚刚最让我惊讶就是在那个我们到山脚之前那个大弯，这辆车竟然会帮我降档降到变3号档，一直在维持在那个档位，就算我松开油门还会再延续着在3号档，可能是车主是一个 lap gaki 太厉害 lap 车了啊，所以那个 EZU 就记得它的这个驾驶方式。这辆车有 body kit 啦，都下拉完了，然后有那些 front lip 啊，方向盘呢还是有那种类似像 carbon fiber 的 plastic 啦，然后它的挡挂那边也是有这样子的，蛮漂亮，摸上去还是滑滑的，蛮顺畅一下。在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好话不多说，我们去上山啦 ，Let's go！仪式感还是要的，我们来打开一下引擎盖哈。排气管呢是有换过了的，但是大概2寸的白冰啊。这副引擎是一个1329cc 的直列四缸的自然吸气引擎，原装马力有94匹马力，还有121个牛顿米。因为这辆车是不能 remap 的啦，真的要的话，你还是要放 stay alone 或者 piggyback。如果你跟我讲你去 remap 的话，我有点不信啦，因为这辆车会 self tuning 回去，就好像很多 myV 这样子啊。以前第1代啊、第2代或者现在第3代也好啊，他们还是会 self learning 回去的。就算你 remap 然后它还会变回原装。这样这就是所称的 Sonite 了的，已经换过了的。因为可能它是多 VVTi 的关系哈，所以它有2只，只有 front strap bar 就没有再改了的啦。我们等一下去试一下，上山之后就知道它的动力有没有来的比较顺一点。OK，let's go。这样子直接挂到2档哦，起步。
哎，没有放完。那这辆车呢，唯一一个缺点就是哦，它没有的降到1档啊，所以它是可以降到2，所以每次1档的话5500转就跟你换档了啊。如果可以拿到6000转会比较好一点，没有这样尴尬。这辆车呢是有加 pedal box 啦 ，Works 的啊，所以我们至少这个油门会比较正常一点哈，我踩一点点就有了，不像以前这样。原装的话好像很懒散啊，要升档哦，很懒散这样子。那这辆车的轮胎呢是用这Toyo的 TR1 195/55R15寸 Avanti 的 rim，01 的 adjustable， 调到最硬的，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辆车开起来是蛮舒服的哈。哇，这辆车一高转的时候，感觉到好像在腾云拓海的感觉，有没有？Ford Total的声音都出来了，哈哈。Odyssey 的 caliper 踩下去，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哈。你有改的话，只是说现在有一个卡钳的状况，因为这个 rim 是一个6.5JJ 的。现在我们车上有3个人是哈，这里有阿三，还有阿三的弟弟在后面啊，然后觉得好像都比较没有这样尴尬气哦，不用等到一定要等到4000转的时候才有。哦 ，Hello，Hello，Hello， 滑了吗？安全带要的。你看我如果没有 keep 这油门下去的话哦，它就会掉到3000转，这个就是。你有把安全带踩吗？安全带。我已经把油门踩到底了的哈。我的脚呢，就前几天伤了，现在好了一点，没有痛了，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所以也不能踩油踩得这样尽力，至少地板不会穿洞哈。那个声音不错，真的是不错听。还是你踩油下去的，感觉到好像有Ford Total 的声音啊，还是 VTEC 的声音的感觉这样。又没有 Open Board， 我这辆车好像改了 Open Board 的声音这样。只要我踩油的话，都会有高转的时候。前面还是会卡到一点的。Oh no! My V is coming. 这 TR1 的轮胎是的确不错哦，只是说它会下雨天的时候呢，还是会比较要小心一点的。就是要往下山哦，改了 Zero， 改了 Adjustable， 果然是比较有自身性一点哈。胎压位很重哦，全部都是卡钳的那个状况。这个刹车 OK 哦，还有DC。又来卡，又来。哇哦 ，EK 4 door man， VRRS 哦。他不要踩，哦什么 engine 呢？这个刹车真的踩下去有力道哎。原装不能。
原装或者是一定要改。改了这个，哎呦，我有着火。有车着火，哇哦，什么车来的？像 Camry D 30载耶。你平常这样子驾车哦，highway会不会刮一下这样子？不会哦。比较少。给那个轮胎休息一下也好，一直刮 fender 怕太烧了。OK 了 ，pedal box 加上去的话呢，都会比较正常了哈。那个油门不需要踩这么深啊，都可以了。但是现在有一个状况就是卡 fender，哎呦，这个是跑山路最头痛的问题。不过整个操控来讲都会比原装好很多。换了这个 Zero One 的好处就是在我在高速的时候呢，至少它没有这样浮啊，原装那边是很浮的哦，因为感觉到根本没有什么安全感这样哦。然后这辆车因为可能阿三的脚也是蛮重一下，他很降档，一直在跟我降3号。我的油门没有踩得很深哦，就踩一点点罢了。原装是不会想要跟你降的，一直懒散这样子去。现在的情况蛮不错的。什么车？我感觉到它声音是真的很大声，但是真的不会去，真的不会去 ，bro。哦，会塞。我老诶。会塞。哦，那个车轻的。哦。车轻。刺激哦，刺激。哎呀，可惜呀、没有人看到上山啊 ，maybe 很帅耶。应该是 KKD 了，如果会这样子打炮的话。帅哦，maybe。踩到完了的哈，一档，不要啊，5500转啊，又来。哎，但是它这个感觉到在3500转的时候啊，以前是没有什么动力去，你怎样都要等4000转，现在的反而那个动力好很多哦。这个我是感觉得到的哈。OK， 就这个弯。哇，咖啡的，那个胎很伤。可以的，这个弯如果是没有卡芬的话，你可以直接开油去了，这种地方。北闸吧，我嘞 ，bro， 就是一个北闸都可以这样 ，adjustable 就是好。还是挂一点就挂一点，不是一直在挂。现在，挂一点一下这样。后面的 MyV 哦，就是刚刚遇到我们在下面不认识的，但是就跟着我们哦。但是他欺负我的1.5，我1.3 bro， 不能来这样子比 bro。咬牙，不可以就是我踩多2下了。就是尴尬了。OK 啦，3000多转，动力保持。
感觉到这辆车还有力过之前我之前驾改装过那辆哈。啊，可能他那时候我们也是3个人上山啊。是哦，这里要慢一点。啊，你看，沟里这条路。哇，要够力。这个换掉。Rim 6.5 JJ。哦哦，这个就是1.5的优势了啊，1500 cc 在后面紧跟着我呀。我要过弯甩快，它甩不掉，因为我卡 Fender。哎呀，可惜啊，那个打炮 MyV 没有跟得上来，要不然我可以一直看它打炮嘛。鱼就好。OK， 我需要1档。啊，只要速度适合的时候啊，它就跟我，就是刚刚在这儿，3000多转。我那 MyV。所以那 MyV 还是有优势的，那个1500 cc 大就是王道啊，多200 cc 嘞。不过 MyV 跟 Pro Dua Beza、Elza 也好，这一种款式的哈，这一代的车。有一个坏处就是它的那个方向盘呢，就是比较麻木哈，没有什么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它家族啦啊，都是这样。它是 Electronic Power Steering， 但是你看哦，它有一个通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如果摆在这个角度哦，好像很难去震。如果是原装来讲，你这个改过 rim 还比较没有这么严重哈。原装的时候我加阿西亚那些的时候，感觉到 MyV 是没有在尽全力跑啊！如果它真正跑起来，我都驾过1.5的 Lucky Best 上山哦，那个真的是颠哦，我都可以追 Inspira 2.0， 我可以追 CRZ， 没有问题的。哇，这里我需要1档了，1档了，看到吗？只要你的速度够慢了哈，它就可以了。这边最考验的还是我之前1个人驾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速度啊，现在我们3个人驾也是这样的速度，证明了什么呢？真的是有帮助到有力哦。OK， 我过完也是比较有信心了啊。像如果刚刚这个弯，我是应该不需要慢下来的，只是咖啡的状况。要你问我Beza改 adjustable OK 吗？我觉得整体来讲都会比原装好很多啦。过弯的时候很明显那个支撑性有在哈，它的这个有加有8啦，它的过弯的时候的侧倾也会比较少一点，所以原装的话好像在坐船啊，太软了啦哦。然后你感觉到整辆车好像啊，不过讲还是老实话啦哈，车夹方面 chassis 啊，还是感觉到 Proton 会比较硬一点点哦，感觉到它的车身也会比较坚固的感觉。这辆车是你感觉到是对它的 adjustable 是硬，但是车身呢还是比较软一点点的，感觉不大，但是你会驾久了啊 Proton 或者是 Pro Dua 你会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Beza呢，它其实是车身比较长的时候，这个车啊，你感觉到那个屁股也是比较重一点的，由阿夏的底盘打造出来的一辆sedan车啊，1档还要大亚威哦，还是在那边逛，虽然没有刚刚严重啊，我们已经慢下来了，现在是后面卡了OK 啦 ，Rim 应该是太大结节了，
然后 adjustable 你已经调很低一下哦，大概1根手指的罢了哈。这个给 daily drive 还 OK， 你这样跳又不是很跳哦。换了 Solenoid 的话呢，就感觉到3000多转的时候会有那个动力啦。但是明显你说大不大呢？我可以说大概有30-40%的感觉啊。你讲100%给到你有很大分别，像 Turbo 开 VTEC 开，哎呀，当然不是啦 ，Bro 哈，你没有的像 VTEC 这样哦。那个575转的时候，那个 VTEC 一开，嘣，好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样子，这样子没有的啊。但是的话，我们可以过完的时候呢，会明显会比较有信心一点了啦。比起原装，现在其实我是地板油了，踩到完了，它就掉了3000转哦。OK 啦，这个就是Auto 车。其实我有兴趣是试驾 Brezza Manual 的嘞，但是我可惜啊，我朋友在认识我之前，我卖掉了，然后换了一个 CRZ Manual， 要不然我就可以试驾一下真正的 Brezza Manual 5 Speed 也没有很大差别。阿三，你买这辆车到现在啦，已经是2016年车了，到现在了嘛？有没有遇过什么问题啊？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Bro 的话还是厉害在二手价好，耐用性好。你真的是要玩操控的朋友，那个。对 Proton 车呢，有1好就没有2好，它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你喜欢操控，你就要取舍掉可能它的二手价或者是它的这个小问题多。但是如果你喜欢耐用性的话呢，你就要接受它的动力不是很好，可能操控也不是很好。这是一个平衡点来的，是要看你怎样去取舍了啦。油耗方面，这辆车你改了这个 Solenoid 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吃油还是省油了这样子？目前还发现不到。所以先说一下，刚刚我们上山之前是打97，是有混合到95跟97了的啦。好了，没有什么话好讲的啊，只是说卡芬的是蛮严重的，我一直闻到打压味。MyV 厉害啊，永远都是跑不赢 MyV 啊。非常感谢阿三特地从JB下来哈，不容易耶，特地好下来，然后睡觉也没有睡多久。前几天打球弄伤了脚哦，不能穿整个包鞋，是要穿很舒服的，脚底软软的那一种包覆性的。幸好这辆车是Auto，如果是加Manual的话呢，我就做跟子动作好像都比较难一点哈。相隔1年多了吧，我就再次试驾了Brezza，这一次是带来一辆有改了 Adjustable Subframe One Strut Bar 的车，至少感觉到有一点不同。老实讲，这个 Adjustable 呢，它也不会弄到很跳哈，它是蛮舒服的。比起原装车的话呢，我可以讲它只是多一个10%到20%左右的那个弹跳力，也没有讲太大分别啦。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可以 follow 这辆车的TikTok。OK， 好了，各位哈，影片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了，拜拜。